全国那么多太子爷，凭什么总是金圈太子爷当男主？在激烈的质疑声中，全国太子爷争霸赛拉开帷幕。东北、天津、川渝、山东、湘西等48位太子爷闪亮登场，获胜者将取代金圈太子爷，成为新一代言情界男主。全国太子爷争霸赛即将开始，48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太子爷正等待入场。无数读者早早守候在直播前，激动地刷起了弹幕，终于等到这天了。现在金圈太子爷跟蝗虫似的泛滥成灾，我都快看吐了。赶紧给孩子一些新鲜的太子爷吧。没错，金圈太子爷还总带着佛珠，简直有大病。女主不管干点啥，男主都得转佛珠再说话。咋啦？那佛珠是男主的体外声带呀。楼上懂个屁，经典的才是最香的。我就爱盘佛珠的金圈太子爷，禁欲者纵欲真的 YYDS。我才不管是哪个圈的太子爷，反正只要够酥够宠，我都能磕。在激烈的讨论声中，大赛的帷幕徐徐拉开。我从幕后走到台前，在万众瞩目下，扬起一个甜美温柔的笑容。大家好，我是太子爷文学女主苏玛丽。之后将由我带大家沉浸式体验和各位太子爷的爱恨情仇，方便大家进行投票。现在我宣布，全国太子爷争霸赛正式开始。本届太子爷争霸赛分为3个环节，分别是爱之初体验爱之在判断爱之中决选。每个环节我都会充当小说女主，和不同地域的太子爷碰撞出不同的火花，最终以读者投票为标准，选出新一代言情界男主。直播画面切到48位风神俊朗的太子爷，观众顿时热血沸腾起来。哇哦，居然有这么多形状各异的太子爷，真是开了眼啊！金圈太子爷怎么没来？不会是怕了吧？怎么可能？金圈太子爷绝对是断层第一，但人家忙着到处当男主，没空来这个小比赛。缅北太子爷呢？之前不是说要参加吗？听说缅北太子爷因为嘎人腰子，刚下飞机就被公安机关逮捕了。公安抓得好，缅北垃圾不配做男主，小心是杀猪盘。别吵了，太子爷们入场了。伴随着富有节奏感的开场音乐，48位太子爷闪亮登场。第一环节爱之初体验正式开始。第一位出场的是在言情小说中极为罕见的东北太子爷。只见门口先迈进了一只穿着老头鞋的大脚丫子，在网上是低调奢华的黑色2棉裤和绣着东北虎的灰色大棉袄，肩上披着貂，脑袋扣了个翻毛的狗皮帽子，大金链子和大金表彰显着他高贵的身份。他冲我一笑，开口就是一口流利纯正的东北话：“你这老妹儿挺带劲儿啊！纵然我当过无数本言情小说的女主，也没见过这个路数。”弹幕也讨论起来，哈哈，这句老妹儿一出来，我10年功德没了。不知道为啥，我总感觉东北太子爷的外号应该叫祖宗。别的不说，他身上好多金子，光凭这点我就爱了。我定了定神，正想开口说点说什么，入口处忽然一阵骚乱。糟糕，忘了，太子爷们都有钱有势，怎么可能乖乖排队等待？下一秒，只见天津太子爷潇洒走出，他穿着一身中山褂子，手里盘着一串佛珠。不对，我擦了擦眼睛，他盘的不是佛珠，而是快板。天津太子爷高贵冷艳地睨了我一眼，转了转手上的快板，黑主板这么一打呀，哎，别的咱不夸，我夸一夸这个言情女主苏玛丽妹子。这个苏玛丽妹子，她究竟美在哪？她是纤腰翘臀，18个掌，就像一朵花哦。弹幕最后还是东北太子爷拍案而起，帅气发话：“你这北犊子巴巴啥呢？敢插我的队，信不信我削你？”天津太子爷冷冷一笑：“你瞅你那怂样，你都流鼻等了，啥玩意儿？我说我是你二大爷，会烙糖饼。你要饼吗？我给你画2张。有病吧你借银！”东北太子爷直接动手，岂有此理！我寻思你这天津太子爷也别整了呗，拉倒的了。2位太子爷扭打在一起，貂毛和快板搅和在一起，难舍难分。主办方赶紧把2位太子爷拉下去，满头大汗的嘱咐我继续。我定了定心神，迎来下一位广东太子爷。刚刚见过东北太子爷的棉裤貂衣，如今看到广东太子爷，只觉一个是冬天，一个是夏天。眼前的男人一身短袖短裤，他人字拖就来了，只不过腰间别的一大串钥匙，彰显着他非凡的财力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包租公太子爷吗？啊，这个我喜欢，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主要是觉得他的钥匙扣特别好看。你个靓女，那个礼物比你广东太子爷彬彬有礼，一口纯正的粤腔。虽然他和港圈太子爷离得很近，也都说粤语，却是完全不同的2种风味。我好奇问什么礼物，他将手中的袋子递给我，李可惜我亲手煲开凉茶，居然还是亲手做的，好感度立刻 UP。我刚要张口说谢谢，身侧便有一道声音响起：“美女，我们也给你带了礼物。”我转过头，只见2位身形相似的太子爷向我走来，正是重庆太子爷和四川太子爷。重庆太子爷由于天天爬坡上砍，练就了无与伦比的完美翘臀，他微笑着将手中的火锅底料递给我，
叮嘱我这个火锅底料巴适得很。四川太子爷手中则盘着一串麻将，见到我，他将麻将手串退了下来，亲手为我戴上。这是我盘了10年的麻将，已经盘包浆了。而豁你！说完还向我抛了个媚眼。我忍不住脱口而出：谢谢两位姐妹。弹幕讨论激烈。听说川渝2位太子爷顿顿必须火锅冒菜，每天从全球最大的养殖场进口毛肚、猪脑、鸭肠，就算生病也有最好的肛肠医院随时待命。听上去不错，但感觉这俩不是很值。我也有同感，主要怕竞争对手不限性别。或许可以变换思路，把他们送进耽美频道。弹幕飞速更新，我还没看完，忽然听见一阵激昂的马蹄声由远及近。抬起头，只见一身穿蒙古袍的粗犷汉子骑着高头大马疾驰而来，竟敢让本太子爷等这么久，老子直接抢走女主。这是坐拥千万牛羊的内蒙古太子爷，他浓黑的眉毛下长着一双锐利有神的眼睛，看也不看我，反而锁定在川渝2位太子爷身上。广东太子爷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骏马的马蹄直接踹飞。紧接着，内蒙古太子爷躬身一捞，一手抓着重庆太子爷，一手抓着四川太子爷，将2人搂在怀中。没想到这儿居然有2位美人，哈哈哈，甚合我意，甚合我意，老子都要了。眼看着骏马载着3位太子爷绝尘而去，我只能伸出尔康手。等等，小说的女主角明明是我呀，咱能不能专注搞言情，别随便跳到耽美频道？苏小姐，需不需要我帮你把他们找回来？身后一道带着黔南口音的方言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转过头，眼前的青年脸色清白，无名指上戴着一枚耀眼无比的折耳根戒指，细细绣去，还带着凉拌折耳根的芬芳。弹幕立刻尖叫起来：天啊，这是钱圈太子爷！折耳根戒指是他尊贵地位的象征，手下8000蛊虫任他驱使，从来没人敢在他面前说普通话。但是刚刚女主说普通话，他居然没有怪罪，甚至还问他需不需要帮忙，这也太宠了吧！弹幕刷屏间，一只硕大的蜘蛛从钱圈太子爷的肩膀探出了头，我瞬间吓出一身冷汗，尖叫着往后退。宝宝，不要吓到苏小姐！钱圈太子爷宠溺地摸了摸肩头毛茸茸的蜘蛛，又看向我。苏小姐，我可以派我的蛊虫把刚刚被掳走的川渝太子爷救回来，条件是他向我靠近。阴冷压迫的气息席卷而来，你要帮我成为新一代言情界男主。话音落下，似乎有一股凉气从我的脖颈窜了进去，渗入皮肤。钱圈太子爷满意的笑了，苏小姐，刚刚我已经给你种下了情蛊，你若敢不帮我，后果自负。我惊恐地捂住自己的脖子，试图拽出蛊虫，可太迟了，那蛊虫已深入血肉，消失不见。再抬头看钱圈太子爷时，只觉他英俊非常，威严非常，连那平翘舌不分的方言都变得格外有韵味。他好帅，我好爱，我忍不住目露痴迷。钱圈太子爷就是我心中的最佳男主。话音未落，背后忽然一阵刺痛，竟是有人用一根银针扎入了我的血脉。紧接着，我的胸口一阵恶心，竟从口中吐出一只指甲盖大小的金色蛊虫。伴随着蛊虫的吐出，我的大脑瞬间清明，回头一看，救我的人竟是骑着尸体赶来的湘西太子爷。湘西太子爷收了银针，坐在高高的尸堆上面，满眼不屑。钱圈太子爷，蛊虫这玩意儿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会玩吗？说话间，他胯下的尸体还龇牙咧嘴地朝钱圈太子爷做了个鬼脸，以示威胁。弹幕又激动了，对哦，贵州和湘西都是玩蛊圣地，他俩能不能打一架，看看谁的蛊术更高超？只有我注意到湘西太子爷胯下的尸体吗？听说只有最英俊的尸体才有资格成为湘西太子爷的坐骑，不知道我死后有没有这个机会？活着也有机会啊！只要成为他的女人，就可以天天躺尸，再也不用奋斗了。随着弹幕的刷新，钱圈太子爷的脸色越来越黑，大概是不满被湘西太子爷压了一头，他转了转手指上的折耳根戒指，这是他发怒的象征。眼看大战一触即发，就在这时，地上突然爬起一道人影，紧紧地抱住了钱圈太子爷，竟是差点被大家遗忘的广东太子爷。方才被内蒙古太子爷撞飞后，他疼得在地上爬不起来，没想到我吐出的蛊虫居然趁乱钻进了他的身体。也就是说，广东太子爷已经身中情蛊，迷恋上了钱圈太子爷。靓仔，哦，好中意你！广东太子爷深情地取下腰间的一大串钥匙，以钥匙圈为戒指，戴在了钱圈太子爷手上。戴完，他还绝不够，又顺便摘下了钱圈太子爷的折耳根戒指，换到了自己手上。李样，我们也算系交换戒指喽！我惊讶地长大了嘴巴。川渝太子爷搞耽美也就算了，怎么这俩也来这一套？钱圈太子爷显然也没想到这个局面，他再也顾不得和湘西太子爷之间的斗争，逮着广东太子爷就往场下跑。谁要你那串破钥匙，还我折耳根戒指！还有，赶紧给我把情蛊吐出来！眼看两人纠缠着远去，场上只留下湘西太子爷。他得意洋洋的一笑，骑着尸体来到我面前。苏玛丽，做我的女人，我手下8000大诗人你差遣，我跟那尸体脸对脸，吓得不敢答话。
正准备翻个白眼，假装晕过去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冷笑：“当谁没个坐骑呢？湘西太子爷，你的尸体斗得过娥弟兵马俑吗？”只见陕西太子爷带着兵马俑，坐着铜车马张扬而来。他们阵势浩大，扬起滚滚尘埃，将我和湘西太子爷淹没在几千年前的车尘中。可嗨，我好像什么都看不清了。我在灰尘中摸索着，艰难地分辨路线，却突然被一圈柔软的触感缠住，凌空抬起，再稳稳落座。阿妹，别怕，烟尘很快就散。身后传来年轻男人的低声安抚。我这才发现自己方才是被大象用鼻子圈起，放在了象背上，而身后的男人身穿民族服饰，胯下骑着大象，肩上站着孔雀，身后还跟着浩浩荡荡的象群，显然便是云南太子爷了。阿象，喷水！云南太子爷一声令下，那大象的鼻中便喷出水雾，水雾携着烟尘落下。很快，眼前的世界再次明朗起来。映入眼帘的是湘西、陕西、云南太子爷三足鼎立，个个声势浩大。弹幕都被这场景惊呆了。湘西太子爷的狮群，陕西太子爷的兵马俑，云南太子爷的象群，这是什么千年难遇的景象？赶紧打起来，谁赢我选谁。我觉得兵马俑能赢，毕竟是军人，训练有素。楼上拉倒吧，兵马俑都几千年了，估计一捏就碎。依我看，还是湘西太子爷的狮群更能打。尸体行动太迟缓了，哪比得上生龙活虎的野生大象？我支持云南太子爷。眼见弹幕看热闹不嫌事大，身处风暴中心的我不由瑟瑟发抖。三位太子爷，你们搞清楚，你们是来竞争男主的，不是来打群架的呀！我苦口婆心的想要劝阻，但三位太子爷压根没有听进去，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。湘西太子爷尤为不满：苏玛丽，你怎么能跟云南太子爷同乘一项？跟我一起赶尸不好吗？陕西太子爷也是痛心疾首：玛丽，你骑个球的大象，额真低想捶你，偏偏云南太子爷不嫌事大，更紧地将我搂在怀中，还让肩上的孔雀表演了一个开屏。阿妹，你看他俩像不像孔雀开屏？自作多情。此话一出，硝烟味更浓了。眼见一场群架已经在所难免，我只能在内心祈祷，来个人救救我吧！他们打归打，我是无辜的呀。似乎是老天听见了我的心声。下一秒，一阵引擎的轰鸣声由远及近，伴随着极富节奏感的动感音乐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连绵的青山脚，夏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在这狂拽炫酷的音乐中，广西太子爷领着他的数百鬼火小弟，以炸街之势闪亮登场。他们骑着改装后电瓶车，带着音箱，一轰油门便会发出摩托般的轰鸣声。天，好吵！正要打群架的三位太子爷被音箱震得捂住耳朵。就在他们疏忽懈怠之时，广西太子爷突然从电瓶车上站起，一把搂过我的腰，一阵天旋地转。再睁开眼，我已从大象背上转移到了电瓶车前端，一股浓郁的螺蛳粉香气钻进鼻腔，伴随着广西太子爷张扬狂妄的笑声：“靓妹，我带你去嗦粉。”说完，广西太子爷狂轰油门，连带着身后的数百鬼火小弟也配合着发起轰鸣，就像是某种神秘的仪式，堪称一呼百应。糟糕！女主角被广西太子爷抢走了，剩下的那三位太子爷终于反应过来，赶着尸体，带着兵马俑，骑着大象追了过来。然而，广西太子爷改装的电瓶车岂是等闲之车？他将车队的音箱开到最大，逼得尸体和大象听不清主人的号令。兵马俑更别说了，上千年的古董，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早就跟着最炫民族风的节奏摇摆起来。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很想摇。一时间，尸体、兵马俑、大象都跳起了最炫广场舞。他们脸贴脸，手牵蹄，冰凉挨着灼热，跳得不亦乐乎。原本的群架现场顿时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，而广西太子爷拥着我，骑着拉风的电瓶车，也忍不住高歌一曲：“你系我颠边坠美的云仔。”嗓音一出，弹幕都醉了啊！广西太子爷的歌声裹挟着电瓶车油载慵懒不羁的独特声波，浸蘸着螺蛳粉绵延不绝的独特味道，真的太迷人了。那是当然，我们广西太子爷电瓶车之王，不光精通8种方言，还控制着全国的螺蛳粉、老友粉、桂林米粉，全广西的龙眼、荔枝、黄皮、砂糖、橘都是他的产业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是全世界公认的唱歌奇才，历届歌王必须由来他颁奖。谁要是惹怒了他，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他一声令下，就能让全国的螺蛳粉销声匿迹，得罪他的人会被丢进酸笋泡3天3夜。天啊，太可怕了！不嗦粉，咱们可怎么活呀？弹幕的吹捧大概让广西太子爷飘了，他潇洒的一甩头发，吹起口哨，伴随着他的号令，身后的鬼火小弟们都在电瓶车上耍起了杂技。他们有的单轮开，有的站立开，还有的车上叠5个人开，而且他们统统没戴安全帽。就在这拉风的造型下，广西太子爷搂着我深情发问：“你说，你愿不愿做我的女银？你说发呀？”我不敢回答，因为我一抬头就看见几十辆挖掘机横在路边，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。这又是什么情况？
有能力随时调用几十辆挖掘机的人，绝对不是等闲之辈。果然，片刻后，一个身高188的壮硕男人从挖掘机后大步走出。他生得浓眉大眼，局里局气，一看就是在体制内身经百战的人物。只见他左手拿着大葱，右手盘着大蒜串成的佛珠，一开口便溢出满身蒜香。根据群众举报，你们涉嫌一起飙车炸街案，涉嫌驾驶改装车辆实施漂移、烧胎等行为，现依法对你们处以行政拘留处罚。这正统的发言一出口，我就知道这位正是山东太子爷。而广西太子爷听到他的威慑，只是邪魅不羁的一笑：被抓是不可能被抓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被抓的。你有本事拦路，你有本事抓我呀！说完，他手指放到唇边，吹出一个响亮的口哨。数百鬼火小弟齐齐调转车头，眼看就要跑路。趁着他们转向的空档，我连忙低下身体，从广西太子爷的胳膊下钻了出去，连滚带翻，终于逃离了电瓶车的噩梦。你不跟我去嗦粉了咩？广西太子爷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我浑身打了个寒战。粉虽好吃，命更重要。你那电瓶车耍起杂技太可怕了，我怕我迟早会摔下去。听到我的拒绝，广西太子爷神情一暗，他正想再说些什么，山东太子爷已带人上前抓住他们。飙车炸街太猖獗了，广西太子爷无暇多言，只带着哭腔留下一句蓝瘦香菇，便骑着轰鸣的电瓶车绝尘而去。我惊魂未定地躺在原地，山东太子爷走过来，一把将我打成打横抱起。安娜娘嘞，你受伤啦？虽然山东太子爷平日在体制内工作，普通话已经修炼得比较标准，但一着急还是不小心吐出了方言。没事儿，我无所谓地说。身为言情小说女主，平时跌打损伤在所难免，我的伤口愈合能力很强。比起这个，我更奇怪另一件事儿，广西太子爷他们跑了，你不抓吗？山东太子爷勾唇一笑，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的，一般都是在市区街道范围内，但这里是郊区，我教育他而已，主要是想见见你。我松了口气。要是广西太子爷真的在比赛中被抓了进去，其后果不堪设想，不光会影响本次比赛的进程，还可能会导致全国人民的螺蛳粉断供。幸好一切只是虚惊一场。玛丽，以后不要再跟广西太子爷混在一起了，太不安全。山东太子爷缓缓将我放到地面，直视着我的眼睛，认真道：做我的女人，我就给你个公务员编制，保证你一辈子衣食无忧。此话一出，弹幕瞬间爆炸了，这可是公务员编制。本考公狗羡慕地流下口水，哪个男人要是能直接给我一个编制，我命都可以给他。区一个公务员编制，对山东太子爷来说只是洒洒水了。要知道，我们山东太子爷家族掌管着全省所有专升本和考研考编机构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就连大名鼎鼎的蓝翔挖掘机都被他统治了。男人可能靠不住，但编制一直是你的。说真的，哪个女人能不心动？心动吗？我问自己。或许真的有点。我们做言情小说女主的，职业的花期是很短暂的，绝大部分言情小说女主年龄都在30岁以下，少部分熟女当女主的也基本是在35岁以下。虽然我如今正值青春年华，还能继续当好几年女主，但35岁以后呢？青春消逝，美丽不在，那时我该何去何从？如果能有一个编制，保我衣食无忧，的确会多几分安全感。别信他的，现在公务员都是逢进必考，相当公平，他根本没法直接给你编制。正当我纠结时，河北太子爷突然出现，拆穿了山东太子爷的阴谋。他只是想哄你跟他在一起，帮他成为新一代言情男主而已。我诧异地转过头，看向山东太子爷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山东太子爷倔强道：我没骗你，我可是天选公务员，以我丰富的行测和申论经验，只要给你开小灶，分分钟让你考上。河北太子爷冷冷一笑，你看他还不是得让你自己考，而且他有没有经验和能不能教会你，完全是两码事儿。你还不如来我们衡水，在军事化作息的培养下，真正掌握学习的方法和技巧，绝对能让你考上衡水。我听着这个地名，不由觉得胆寒。听说所有的女生进衡水之前都必须剪短发穿长裙，可我堂堂言情小说女主，要是打扮得如此中规中矩，该怎么展现自己的魅力？我正想着如何回绝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吴侬软语：他们都不靠谱，不如我来辅导你。我回过头，看见了这声音的主人，江苏太子爷。他手上盘着一沓厚厚的试卷，迈着笃定的步伐而来。我对他早有耳闻，听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江苏太子爷不能拿满分的试卷，无论题目再偏再难，他都能迎刃而解，代表了人类做卷子的最高水平。可无论他再厉害，我都不想学习啊！如果让我在学到头秃和当玛丽苏女主中选择，我肯定愿意当女主啊！紧随其后的浙江太子爷似乎看出了我的心声，浙江太子爷体贴道：苏小姐爱学就学，不爱学的话就安心当我的老板娘。反正整个浙江的皮革厂、化工厂、纺织厂、电子厂，所有你能想到的制造业都由我统治。做生意我是相当在行的。听了这话，一旁的山西太子爷也不甘示弱，论有钱，谁能比得过我？
全国的煤炭资源都由我掌管，只要苏小姐愿意和我在一起，我立刻就能放几十个煤矿在你名下。两人正为谁更有钱争得不可开交。满身 LV 的河南太子爷向我走来，骚包的自荐道：尼尔，做生意风险大得嘞，煤矿也总会挖完嘞。但无论时代弄啥，民以食为天都是不变的规律。俺河南是粮食大省，永远不得缺妮儿一口饭。你就跟我吧，中不中？长沙太子爷听了这话，顿时不乐意了。乡里别，照你这样讲，我们长沙的臭豆腐和湖南米粉也是粮食，应该选我才对喽。护圈太子爷也颇有怨言，那我有钱有颜又精致，还掌握全上海的小笼包，不选我，侬脑子瓦特了？那我们也应该被选啊！之前一直没有抢到出境机会的其他太子爷们也纷纷开口，所有人七嘴八舌，将我围在中间。眼看局面越来越混乱，新一轮群架即将开启。这时候，不知是谁抬头一看，顿时惊讶出声，那是金圈太子爷。他怎么来了？金圈太子爷的空降，瞬间让其他太子爷如临大敌。之前大家吵归吵，并没有真正的危机感，但眼前的男人可是称霸全国言情小说的金圈太子爷。虽然不少读者已经对他审美疲劳，但毕竟粉丝基数庞大，实力依然强劲。果然，镜头一扫到金圈太子爷，弹幕立刻骚动了。金圈太子爷怎么也来了？难道是看其他太子爷人气涨得太快，有危机感了？有一说一，看了这么多太子爷，还是金圈太子爷最有那味儿。人家能垄断言情界男主这么多年，不是没道理的。就是盘着佛珠多有气场，那些盘快板、盘麻将、盘大蒜的都是些什么鬼？我之前已经跟金圈太子爷合作过很多次男女主，见到他来，熟忍的上前打招呼：你怎么才来？第一环节都差不多结束了，金圈太子爷转了转手上的佛珠，笃定笑道：急什么？就算我不参加第一轮，最后票数照样碾压他们。他熟练地托起我的下巴，掐住我的腰。玛丽，你信不信我？哪怕没回头，我都能感觉到身后一群太子爷嫉恨的目光。哒哒哒！就在这时，一阵马蹄声匆匆而至，直接向我和金圈太子爷冲来。我俩吓得连忙分开，抬头看，只见内蒙古太子爷骑着骏马，搂着重庆和四川两位太子爷，故意从我们中间驶过，一副要拆散我和金圈太子爷的阵势。紧接着，广东太子爷和黔圈太子爷双双赶来，他们已经解开了情蛊，却没有换回彼此的戒指。广西太子爷和湘西、陕西、云南太子爷不知经历了什么，也已经化干戈为玉帛。只见每辆电瓶车都载着兵马俑，每头大象都驮着尸体，浩浩荡荡地朝这边赶来。还有之前争吵不休的东北太子爷和天津太子爷，哪怕脸上挂着彩，也忍辱负重，握手言和。所有离开的太子爷们，听说金圈太子爷来了，居然全都赶了回来。大家抛开所有恩怨，一致对外：姓金的，你不要嚣张。最终男主花落谁家，还未可知。众太子爷向金圈太子爷发下战书，气势汹汹。金圈太子爷却只漫不经心地转了转佛珠，轻蔑笑道：你们没一个能打的。弹幕瞬间炸了，我的天，燃起来了，感觉让我血脉纷张的场景要来了。支持金圈太子爷继续当男主，卫冕之王 YYDS。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想吐。我就爱看这些新鲜的太子爷，反正我投谁都不会投金圈那位。在弹幕的热议声中，本次大赛的第二个环节爱之在判断正式开始。在爱之在判断环节，我会和各位太子爷上演言情小说里的经典桥段，包括但不限于久别重逢、浪漫约会、追妻火葬场、狗血误会、分手戏等等。于是金圈太子爷和其余太子爷之间的战争正式打响了。当男女主久别重逢时，金圈太子爷盘着佛珠：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东北太子爷直接给我上一顿烧烤，再加一盆大鹅炖酸菜。好久不见，昂大妹子，你这捉鸡我账上。当男主看到精心打扮的女主，金圈太子爷盘着佛珠：女人，你在玩火。长沙太子爷一边嚼槟榔一边捏着我的下巴，薄唇冷漠地吐出几个字：女人，你好鸟色。当男女主约会时，金圈太子爷盘着佛珠，带我出入各种豪华高档场合。海南太子爷挥挥手，海上便扬起浪花朵朵。我一边喝着甜美解渴的椰子水，一边看南海龙王三太子为我表演节目。当女主遇到事业挫折时，金圈太子爷盘着佛珠，吩咐手下：敢欺负我的女人，天凉了，该让王室破产了。福建太子爷带着我去拜妈祖，叫上他的弟弟小台一起哄我开心，还用平翘舌不分的软绵绵的福建话唱歌鼓励我：3分天注点，7分靠歹饼，爱饼恰会银昂。当男女主亲密接触时，金圈太子爷这回放下了佛珠：女人，我足够满足你了吧？广西太子爷摇着我的肩膀：女银，你输胡马，你输不输胡啊？你梭发呀！当男女主吵架时，金圈太子爷继续盘着佛珠，他离不开我，想通了肯定就自己回来了。川渝太子爷听我大喊一句老子数到3，立刻屁颠屁颠给我捶背揉肩。四川太子爷还送了我一只熊猫，表达歉意。
当男女主分手时，金圈太子爷依然盘着佛珠，你有种试试看，不要妄图逃离我的掌控。天津太子爷带我去天津之眼坐摩天轮，在最高点盘着快板问我：姐姐，您甭走行不？我奈你。当男主追妻火葬场时，金圈太子爷换了串佛珠接着盘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你的小脑瓜里都在想什么？宁夏太子爷直接将我们相识相爱的过往排成皮影戏，亲手表演给我，之后又是舞龙又是秧歌，总算赢得我微微一笑。等第二环节结束，所有太子爷的人气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，网上热度再创新高。这番鲜明的对比，让全国读者看到太子爷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，也让准备投票的观众们倍感纠结。好多太子爷我都很喜欢，到底投给谁好呢？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想要。不如先听听他们的拉票发言，再做决定。于是，最后一个环节爱之中决选，在万众瞩目下开始了。我站在台上，绽开一个标准的玛丽苏笑容。各位太子爷，新一代言情界男主的投票通道已经开启，请你们说出自己的拉票宣言哦。48+1位太子爷依次发言。内蒙古太子爷率先开麦，怒目瞪向镜头，想好了，要敢不投老子，我让全国人的饭桌上见不到一点牛羊肉，牛奶这辈子就别想了。新疆太子爷紧随其后，跳着舞上台。爱吃馕饼吗？爱吃烤羊肉串吗？爱吃切糕西瓜、葡萄大枣、香梨、巴旦木吗？不投我，这些就都别再想了。山西太子爷狂饮一瓶陈醋，豪气道：全国煤炭资源都在我手上，不投我，你们就等着全国停电停暖。就算去五台山拜佛，也永远不会灵验。江西太子爷捧着景德镇的华贵瓷器上台，不给我投票的人将永久禁止进入滕王阁、鄱阳湖、庐山和井冈山。而且你们家所有的瓷器都将如同此物。他猛地一下将瓷器摔在地上，悠悠吐出4个字：支离破碎。甘肃太子爷刚干完一碗牛肉面，抱着一捧苦水玫瑰上了台，这啥瓜不兮兮的，怪吓人哩。投哥呗，哥每天送你一捧苦水玫瑰，还送你一辈子免费进出敦煌莫高窟。安徽太子爷抱着一株迎客松上台，投我，送你们徽菜、徽剧、徽宴、徽墨、徽州茶、徽州三雕。再附赠一次安徽秀才和你千里奔现。青海太子爷顶着脸颊上的2坨高原红，言简意赅却掷地有声。长江、黄河的源头在青海，我动动手指就能切断源头。要是你们不投我，届时华夏灭绝，便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弹幕集体沉默了，好半天才有人颤抖着发声：太可怕了，妈妈，我能不投了吗？感觉全国人民的生死存亡都系在了我身上。咱代入一下言情女主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不畏强权。别怕，想投谁就投谁，说不定太子爷还会因此对我们另眼相看呢。还有金圈太子爷没发言呢，听听。只见金圈太子爷转了转佛珠，用睥睨的眼神环视全场，悠悠反问：有我在，你们能翻出什么水花？他没有多说什么，但这气势却瞬间镇住了全场。不愧是垄断了言情男主的人物，弹幕纷纷尖叫。金圈太子爷也勾起唇角，将手中的佛珠拨出残影。直到姗姗来迟的西藏太子爷给了他重重一击，这么嚣张，可见佛心不稳。以后本太子爷不会再给你来自布达拉宫的开光佛珠了。啊！什么？金圈太子爷愣住了，手中的佛珠掉在地上，如同他延绵不绝的悲伤，碎了一地。紧张激烈的投票后，终于到了揭晓结果的时刻。究竟哪一位太子爷能够成为我们新一代言情界男主呢？请看大屏幕，众人的目光随着我的手势移向屏幕，票数激烈滚动，所有人都目不转睛。而根据最终的定格画面显示，排在第1位的依然是金圈太子爷。弹幕立刻吵翻了天，哇哦，我们金圈太子爷卫冕了呢？怎么又是金圈这玩意儿？看吐了还看，能不能来点新的？好奇怪，虽然金圈太子爷第一，但其他48位太子爷却丝毫不慌，是不是有什么反转？反转的确存在。我站在台上，微笑着注视大屏幕。早在开票之前，除了金圈太子爷之外的48位太子爷就向主办方提出申请，以组合形式出战。男主本该百花齐放，主办方同意了他们的申请。所以参与比赛的他们并非个体，而是太子爷男团 TZY48，全场哗然。只见大屏幕上的画面飞快变化，48位太子爷的票数叠加在一起，变成了 TZY48的票数，而这票数远远超过了金圈太子爷。不行，这不公平！金圈太子爷提出质疑，既然他们可以申请以组合形式出战，那我也要申请组合。我有些奇怪，你要跟谁组合？在场除了你和 TZY48以外，已经没有别的太子爷了。金圈太子爷高深莫测的一笑，开口道：虽然名义上只有一个金圈太子爷，但事实上，在我无数次担任小说男主的过程中，已经分化出了48种人格。只见金圈太子爷垂眸屏息，片刻后，居然分化出了47个分身。这48个金圈太子爷，有的邪魅狂狷，有的多愁善感，有的温柔体贴，有的豪放不羁，在无数次男主的演练中，已经衍生出了48种风格各异的金圈太子爷。
所以我的本体和47个分身以组合形式出战，应该将我的票数乘以48。然而，主办方无情地拒绝了他的要求。金圈太子爷，你有听说过边际递减效应吗？虽然你的48个人格风格不同，但本质都是你，不可能直接乘以48倍。而且你的票数本来就是这48种人格分别争取来的总和啊。这跟其他48位太子爷完全是两码事。听到主办方的回应，金圈太子爷难以置信地后退数步。那这么说，我输了？他捂住脸，痛苦地蹲下了身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输？难道今后我不能再当男主了吗？那边的 TCV48已经抱在一起，兴奋庆功，而金圈太子爷则失魂落魄地蹲在地上，满目颓丧。主办方示意我，苏玛丽，公布最终结果吧。我点点头，正要开口，不远处的48位太子爷却突然齐齐举手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问。48位太子爷派出代表说话。以前金圈太子爷独霸男主的时候，读者们都觉得审美疲劳。那或许有一天，读者也会对我们厌倦，怀念起金圈太子爷的好。全国太子爷争霸赛的目的，不是为了选出谁来垄断男主，而是为了给所有人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，让那些被观众忽视的太子爷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。每一位太子爷都值得被读者喜欢。不是吗？说话间，48位太子爷缓缓走向金圈太子爷，他们朝地上的金圈太子爷伸出手，问道：“所以，金圈太子爷，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组合？未来我们有男主一起当，有女主一起伺候。”金圈太子爷仰起头，眼神从茫然、诧异，逐渐变得兴奋、感动。他伸出手，心甘情愿地被48位太子爷扶起。从此 ，TCY48 变成了 TCY49。我无比欣慰地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擦了擦眼泪，终于郑重宣布。现在我宣布，本次大赛的冠军，新一代言情界的男主就是 TCV49，全场掌声轰鸣。49位太子爷站在台上，百感交集，他们手拉着手，肩并着肩，唱起了独属于 TCY49的最新团歌。49位太子，49位爷，49位太子爷们是一家。49种语言汇成一句话：我是男主，我是男主，我是男主。在朗朗上口的音乐声中，49位太子爷向我簇拥而来。从此，他们是男主，我是女主。我们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。